怎么看待这台手机的外观，还有这台手机的外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iPhone Air 入手。大多数人看到这个手机的第一想法肯定不是设计有多牛，而是它会不会断掉。因为苹果有前科，你看这是当年推出的 iPhone 6 Plus， 真的只要我现在现场再给你掰一下，你会发现它已经弯掉了。那 iPhone Air 会有一样的情况吗？我帮你试了，结论就是它会比 iPhone 6 Plus 要好很多很多，即便施加了比较多的下压力，而且网上很多人都用力掰了，看着是会弯一点，但是松开它可以恢复原样。那真正屁股坐上去的场景，实际受力面积会比这个还要大一些，所以很多人设想的 iPhone Air 做一下，直接升级成苹果明年的 iPhone Fold 折叠屏手机，这个概率不是很大。反正 iPhone Air 这台手机在我心里面其实是属于 Pro 系列的，因为它比标准版的 Pro 的需求会更小众和纠结一点。因为如果你问有谁喜欢玩游戏，别的就是日常生活使用，一下子会有一批人站起来，开心的拿着 iPhone 17标准版离场。那如果问谁喜欢拍照片和视频，又会有乌泱泱一批人站起来，拿着 Pro 快乐的离场。可是如果问谁不怎么拍照片，不怎么打游戏，但是经常打字，需要手机非常纤薄，拿在手上很酷，我估计能留下的人不会很多，就不是说这些人不重要，只是这个需求会比较少。就我感觉深受腱鞘炎这个疾病影响的人会很喜欢 iPhone Air， 对他们来说这个手机真的就是一个专业工具，一个刚需，非常的 Pro。所以无论如何，今年我们这个评测会因此变得比较特别，3台手机，较大的外观迭代，一些意想不到的功能，还有我们会抽100台 iPhone 17给你，怎么样？是不是还挺不错的？所以一定要看完视频。好了，说完了，我们开始吧。欢迎听听美妙的音乐，收看来自于影视飓风的 iPhone 17 Pro 屏。不是，我样机呢？我手机呢？不是，桌上才16。Good morning.原来在这儿，今年对我来说 iPhone 17 Pro 系列最大的变化真的不是它的外观，而是充电，这真的很重要。那今年苹果破天荒的把 iPhone 17 Pro 的息屏最高充电速度从祖传的27瓦提升到了40瓦，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要用支持这个叫做 PD 3.2 SPR AVS 协议的充电头才可以跑满。那说的话就是目前你需要买苹果这个329的充电头才能最快速充电，而且目前没有什么第三方的选项。但是如果你不想买呢，常规的 PD 插头虽然不能跑到最极限，但是会非常接近，实测下来20分钟17 Pro Max 能从20%充到67%，常规接头66%，而16 Pro Max 只能充到52%。那确实17 Pro 充电整体变快了。那如果你在纠结 iPhone Air 和 Pro 系列，那我觉得现在充电这个问题必须是得考虑的，因为 iPhone Air 即便用的是 Pro 系列的芯片和用料，但是它仍然是祖传的20瓦充电，而且更逆天的一点就是它这个 USB-C 口不仅不居中，而且是 USB 2.0 的版本，也就是说它最大传输速度是60兆每秒，比 Pro 版慢了20倍，是20倍啊！就是说 Pro 版考数据只要1分钟，它要考20分钟。那 USB 2.0 这个规格是2000年4月份发布的，我没记错的话。那在2025年，苹果果断把这个25年前的规格塞进了他们当前最高科技的 Air 里面，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有点无语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经常需要导出数据，你可以直接选 iPhone 17 Pro， 不要去想 Air。那还有音频 Air 它只有一个扬声器在听筒的位置，它底下是没有的。那你这时候肯定会问了，它底下这个孔是干嘛的？是麦克风，就没有扬声器，它只有个麦克风。那 MagSafe 呢？今年 Air 和 Pro 都有，但是因为今年的 Pro 的苹果 logo 往下动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磁吸效果相比上一代不优雅了很多很多，会正好把苹果的 logo 给压住。那 Air 的 MagSafe 专属充电宝，之前有朋友问我说能不能给 Pro 用，我可以向你确认 ，Pro 系列没有办法优雅的使用，非常尴尬。那国行的 MagSafe 本身的充电速度，这一次我们测了也没有提升，仍然是15瓦。但是有一个小的地方，如果你使用港行的 MagSafe 来充国行的 iPhone，今年的 Pro 系列速度提升了，我们目前测到最大 iPhone 17 Pro 可以跑到28瓦的无线充电，还是挺不错的。好吧，讲完了老生常谈的充电问题，我们还是来看看新鲜的东西，屏幕、外观，还有芯片。
因为 Air 的加入，今年苹果多了一个6.5英寸的屏幕，那 Pro 和 Pro Max 和去年一样，分别是6.3和6.9英寸，最大亮度能够达到3000尼特，反正就是非常亮。那有一个点是发布会上没有讲，但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现在的 iPhone 17系列，你可以在设置里面关闭这个叫做 PWM 调光的选项。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单词没有关系，我有个直观的方式让你看到区别。这是以前的 iPhone 手机，用高速摄影机你会发现它的屏幕其实一直在刷条子闪烁，这对一些眼睛敏感的人来说其实是有显著影响，会很容易累或者流泪。那如果你关闭这个功能呢，你会发现它屏幕变暗了一点，但是它的条子也变淡了，因为降低了波动的幅度。那虽说这个屏幕肯定还是不如常亮的理想，但是对敏感人群用起来是会舒服一点的。那别的几个方面，这几块屏幕还是保持着苹果应有的素质，清晰锐利，拿来和以前的老手机一比，你会发现这个屏幕现在大的真的有点离谱。那同样离谱的还有重量，你看现在一台17 Pro Max， 2台以前的 iPhone 5都压不住，而且相比去年的16 Pro 系列手机，今年的17 Pro 系列变得更重了，你没有听错，不仅更重，而且整体都更高、更宽，也更厚了一点。那我们请我们公司数据分析老哥做了一个表，你看一下，这是历年苹果手机的重量，你看基本上就是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今年 iPhone 17 Pro 又在增重的路上了，以后估计会减下来。那再加上苹果今年又给前后都用上了一个更耐摔和耐刮的超瓷晶2代面板，所以躺在床上玩手机，现在17 Pro 砸在脸上的威力会比以前进一步提升。但玩笑放一边，现在的 iPhone 屏幕讲真的，我觉得比以前结实了很多很多，就直接摔爆的概率大大降低。但是面对砂石刮蹭，还是会有划痕的。你看，这是我的16 Pro 裸奔1年的结果。那17 Pro 即便耐刮性强了3倍，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够防住每一个刮蹭的。所以贴个膜、套个壳会更靠谱一些。所以幻影也选择我们影视飓风独立开模的 iPhone 17 Pro 手机壳，只有我们有这个模具，有很多独特的设计，能和我们的摄影配件联动，相当特别。那好了，植入完了，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很多人讨论的点是今年苹果的材质选择。前2年 iPhone 一直说钛合金好，钛合金妙，然后一转头，除了这个新的 Air， 今年的 Pro 全部变成了铝合金，因为铝合金的导热能力是钛合金的20倍左右，这个差别真的有点大。然后加工上铝合金也会方便很多，所以这个决策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就是有点尴尬。我们特地搞了一个超级显微镜帮你拍了一下，对比了几台 iPhone 的材质，你可以看到，其实之前的钛合金磨的是比今年的17 Pro 的铝合金更细腻的，今年的颗粒感你会发现会明显不少，然后配合上这个背面的玻璃，我知道很多朋友会吐槽它丑，就我个人觉得这个凸起拉长加上明确的上下分边还挺好看的。那手感方面和材质关系我觉得应该不大，主要是苹果这次改变了17 Pro 的边缘变得特别的圆润，所以你能直观的感受到你握着它会有一种润的感觉。反正相比16 Pro 握起来，我个人感觉是更舒适的。就综合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审美有点奇怪，但是17 Pro 的设计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很重要，就之前网上我们看到过有人说，这次这个双拼的设计会导致玻璃和铝合金出现不均匀的接缝。那正好我们有个测量的显微镜，我们试了一下我们手头的 Pro Max， 然后我们发现这一方面网友们好像真的没有说错，4个边的缝，我们这次测到了77微米、55微米、86微米和36微米。反正别的不敢说，但我们这台17 Pro Max 的背面玻璃确实可以确认是存在一点装配的公差的，而且肉眼是能够看到一点点缝隙的，反正可以测到。那至于量产版怎么样，我现在是没法和你打包票的，得等到后面上市，靠我们大家共同测试才能得出结论。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独家的信息，可以给你作为参考。颜色方面，今年有 Pro 选择了橙色， Air 选择了金色，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只是比较遗憾 Pro 系列今年是没有纯黑色的，只有这个我个人不是特别喜爱的蓝色。反正这就是今年的 Pro 了，我不知道你觉得它的外观 Pro 不 Pro， 但是可以我们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它的内核是 Pro 的。iPhone Air 和17 Pro 今年都用上了 A19 Pro 芯片， Air 的版本会比 Pro 少一个核心，会稍微慢一点。反正综合来说，相比去年的 A18 Pro、A19 Pro 还是有一些提升的。CPU 多核提升了 15%， GPU 提升了快 40%。你敢信这个 A19 Pro 芯片其实现在是比 M2 芯片的 MacBook Air 笔记本电脑都要快的？苹果没有地方用性能已经开始给你整容液态玻璃效果了，所以性能还是挺过剩的。那芯片方面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好朋友极客湾他们的视频，我不会赘述太多，但是散热倒是可以跟你讲一讲。
今年 iPhone 的一个核心创新是这个 VC 均热板。那官方其实讲得很明白，它是一个里面有一点点水，能够不断气化、液化，然后把芯片的热量更均匀地扩散到手机上进行散热的结构，反正能够防止芯片过热，还有手机变卡。那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超高精度的热成像仪，哈哈，科技博主的房子里真什么都有呢。帮你测了一下苹果有没有吹牛，在室温下长时间拍摄 4K 60帧视频的时候，你能看到相比之前的 iPhone， 很明显它的散热变得更均匀了，温度控制也变得更好，配合上铝合金的外框快速传导热量，今年 iPhone 17 Pro 系列最大的改进之一应该就在这里，散热真的很强。那信号今年 iPhone 17 Pro 用的仍然是高通的方案 ，Air 用的是苹果自研的，但是可惜国行目前上市延迟了，我们测试不到。反正17 Pro 我目前感觉下来没有特别明显的感知，信号变得更好了。那续航我们也测了，数据大概是这样，这个大电池加上这个 VC 均热板是真的很有用的。那还有2个小点值得提一下，今年的 Air 和 Pro 手机内存都变成了12GB， 苹果的精子内存终于加了，所以逻辑上你的后台程序不会被轻易关掉。除了微信，我真的不知道一个聊天软件怎么能够塞爆一个旗舰手机的内存，每次打开都要重启，超级逆天。那还有一点，今年的 iPhone 17 Pro Max 有了2TB 的存储版本，我一开始觉得应该没有人会需要2TB 的手机，但是后面发现很多喜欢音乐节和演唱会的朋友，真的就是一开始录制就不会停了，所以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应该有需求。那有需求，苹果当然会找你收钱啦。2TB 的 Pro Max 官方售价是17999元。就仔细想想还挺恐怖的，一台直板手机现在居然可以卖到18000块钱，所以如果你打算买个2TB 的版本，请扣个1。在看视频的各位，你们知道该和谁交朋友了对吧？哦，什么你想和我交朋友？哇，那真的太荣幸了，我有讨好型人格。那这样，视频后面我来抽5台2TB 的17 Pro Max 吧，谢谢你愿意和我交朋友。但现在我们还是来看看我们这个频道最喜欢的话题 ，iPhone 17 Pro 的影像，厉害吗？Dudes hating on my lines, no 8 balls, but I got dope in my quote speech napalm. Reading no food, we do very cheap dates. Don't give me bad mood, but the head mad great. What's in my wallet? The keys to their heart is a deposit.今年苹果官方对于 Pro 系列的影像宣传，主要就是所有的摄像头都变成了4800万像素。那我用人话来和你翻译一下，就是这2个镜头和去年的16 Pro 是完全一样的。然后苹果给这个长焦镜头塞进了一块和这个超广角一模一样的传感器，就构成了今年的融合摄像头方案。所以现在 iPhone 17 Pro 系列的传感器和镜头设计大概变成了这样。但是不要忘了，其实 iPhone 还有一个摄像头，就是它正面这一次有着一个用的型号未知1800万像素方形传感器的前置摄像头。你如果要我跟你说真心话的话，这次我觉得它背后的摄像头本体没有让我有太大的兴奋感，就是稍微改进了一点。但是这个前置的摄像头，哇，那真的非常高明，就是那种你用了以后回放素材，我觉得是会挖出来的级别的高明。所以我们先来讲讲它的前置摄像头。这次 iPhone 17的标准版 Air 和 Pro 都有了这个特殊的前置摄像头，它解决了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痛点，就是自拍的构图。以往的摄像头都会采用这种4:3的传感器，那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拍摄竖屏的时候，它视角不够广，画质也不够好，所以需要横过来才能用到更大的面积。但是这样，第一，手机按快门会很别扭，容易摔地上给苹果送维修费；第二，就是大多数人自拍的时候不会有意识的去看摄像头，而是去看他和他自己的脸，所以很多人的眼睛都会歪掉。那苹果的方案就是借助这个方的大传感器，你就不存在一个竖或者横的概念，每次你用的传感器的大小是一样的，所以视长角也大大增加，画质也提升的巨大。你可以看一下，这是 iPhone 16 Pro 的前置摄像头和17的对比，我觉得比后置摄像头的变化要大多了，对吧？超级的清晰和锐利。我们公司很多人都用它拍了自拍，尤其是竖着拍横屏的合影，这个握持感好了很多，再也不会因为按一下快门然后就拍糊了，眼神因为更居中了也不飘了，还有 AI 功能帮你自动构图，所有人都表示爱不释手，这个摄像头真的很好。那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个前置讲完了，对吧？但对不起，我还得再讲一点，请你耐心听一下。它的视频能力，我觉得非常的离谱。我给你上个对比，你看，这是16和17的对比，他们两者拍4K 60帧，这个画质差异已经高下立判了，对吧？但是不要急，你看，这个是我竖着拿17 Pro 拍摄的横屏的画面，而且能拍 Apple Log， 这个画质我不开玩笑的说，和目前行业里面旗舰运动相机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因为竖屏本身拿的就稳，反正
这个方案使得 iPhone 现在拍 Vlog 变得非常的可行，画质也完全够用，看着也不晃。所以如果让我排名 iPhone 17的功能，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功能放在第一位，真的超级好。那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啦 ，Tim， 那请问你排了第一，那排最后一名的功能是什么呢？那必须是这个双摄同录功能，非常的离谱。那说白了，它就是前置后置一起拍视频。安卓手机如果没记错的话，6、7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乍一看很适合演唱会或者别的场合，但是你敢信这个双摄视频，苹果居然是把画面全部锁定给烧录进去了？这就意味着你后期没有任何办法移动或者去掉你的头。就我觉得苹果完全可以把这个功能变成2条独立保存的视频，对吧？这样用户好歹会有一些后期空间去调整一下摆位或者构图，但现在就是完全不行。所以我觉得这玩意最适合用来做真实性验证，不管是查岗、取证还是打巴掌大赛，都会受益于这个功能。那现在前置我们讲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后置。这些照片都是使用 iPhone 17 Pro 的后置摄像头拍摄的。随着国产厂商的快速迭代和研发，苹果在拍照方面的优势，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今年的 iPhone 17 Pro 用下来，我觉得我的观点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它还挺不错，但是绝对没有遥遥领先。这个4倍的长焦镜头，乍一看比去年的5倍长焦少了1倍，但实际上这个决策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去年的 iPhone 如果要拍摄美食或者眼前的人，要不你只能强行把这个1倍的镜头数字放大到4倍，获得一个巨糊的照片，要不就切换成这个120毫米的5倍镜头，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构图，反正怎么拍都别扭。那4倍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问题，那和16 Pro 的4倍画面比，这个画质差距你肯定能看出来，都不用说了，毕竟一个是光学效果，一个是数字放大。那问题就是5倍的时候，现在17 Pro 表现怎么样呢？因为这次传感器增大了56%，又变成了4800万像素，所以即便需要数字放大，17 Pro 的5倍画质仍然会比去年1200万像素的16 Pro Max 长焦画质会更好一些，而且要好不少。那么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灵魂的问题，如果我用的是14 Pro Max， 我今年想要升级17 Pro Max， 我喜欢用14 Pro Max 的3倍长焦，那请问17 Pro Max 的3倍焦段的时候，画质会比14 Pro Max 更好吗？答案就是不会，因为3倍是数字放大的1倍镜头，这是今年17有点尴尬的地方。如果你特别喜欢3倍镜头70多毫米的焦段，那 iPhone 15 Pro可能是现在画质最好的 iPhone， 所以有点特别。反正不是苹果手机厂商在摄像头方面的市场教育或者市场传播，我相信包括我在内，很多摄影人应该都不会很喜欢，因为本质上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到，这里只有3个摄像头，或者 Air 只有1个摄像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厂商宣传的时候经常说他们有2个、7个或者8个摄像头。这3个摄像头，比如这次他们会说 iPhone 17 Pro 有一个8倍光学质量的变焦，但事实上这个所谓的8倍光学素质变焦只是裁切了传感器，用了这块地方来形成所谓的200毫米的焦段，这其实改变了摄影行业的定义。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200毫米。这个是索尼的黑卡7相机，它可以从24毫米跑到200毫米。你看，不管是24、70还是200，它的照片解析力是基本一样的。但是 iPhone 17 Pro 的4倍和8倍，你稍微放大一点就能看出画质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反正这个宣传我真的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确实你可以用 iPhone 17 Pro 的8倍拍出很多不错的画面，这我不否认。拍演唱会会比以前的 iPhone 变得更好用。但手机厂商们不能说这样宣传说它是光学素质的8倍或者是什么100倍，不能这样。光学素质方面，我们这次也做了一些眩光和鬼影的测试，我可以向你确认，今年的 iPhone 的眩光鬼影表现和去年差不多，就是会有，但是不至于特别烦人。那苹果今年反倒在摄影风格方面下了点功夫，增加了一个叫做珠光的模式。那我很确定他们是为了中国市场开发的这个风格，因为我发现对于黄皮肤的人，他会特别适合用这个滤镜，就是会明显显得
更有气色或者更嫩一点。我年龄也到了，所以我挺喜欢用这个滤镜的，反正非常自然。你可以用这个相机控制按钮快速把风格设置成这个滤镜。你注意到我的幽默了吗？怎么可能有人类用这个相机控制按钮来调这种东西啊？反正这个按钮到了今年，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类都应该达成共识了，这东西没什么用，比前年的操作按钮更没有用。哪怕是我基本上没有用它用过这个触摸操作，你用过它吗？就是真的只是开个相机吧，对吧？而且最离谱的是，苹果今年居然给 Air 也加了这个按钮，它只有一个摄像头啊，哥，我需要这个按钮干嘛呀？那既然说到了 Air， 我也顺便提一下，它的摄像头只有一个，画质只能说还不错，我们也拍了一些样片，是能有一些出彩的瞬间的，但是你不能对它有任何过多的期待，反正你买它肯定不是为了影像，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我们是时候进入下一个议题了，是我认为苹果当今最强的护城河，它的视频功能。我一直觉得视频不能靠说，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完全使用 iPhone 17 Pro 拍摄的视频。我故意没让我们公司的调色师轻轻调色，只做了还原，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真实水平。之前很多人预测的 8K 视频或者3个摄像头都有 4K 120帧，这些都没有出现。iPhone 17 Pro 和16 Pro 在录制帧率和分辨率方面是一模一样的，只能说受益于这个4倍镜头更大的传感器，现在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17 Pro 的长焦视频画质提升了很多，尤其是暗光噪点大大减少，变得非常的纯净。但在测试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比较恼人的问题，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这个4倍镜头的对焦，我真的觉得有点问题，经常会对不上或者跟丢。相比上一代，你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变得不精准了。我不确定是不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但是我目前测了2台 Pro 的手机，都遇到了近似的情况，所以应该不是个例。但是好歹苹果录制的视频帧率稳定，画面清晰，而且有这个叫做 Apple Log 的曲线，能够进入专业的影视流程。在有了 Apple Log 之后，其实苹果说的 iPhone 拍电影，我觉得真的不能算是吹牛，因为画质真的能看了。我知道很多现在在看视频的朋友，你不一定会用到这个功能，但是我觉得你不妨听一听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毕竟这个手机有这个潜力，只是等着你去用它。今年苹果在视频方面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听着非常离谱，但是很震撼。苹果为今年的 iPhone 17 Pro 加上了 ProRes RAW Open Gate 片门全开 4.2K 60帧视频的录制。这个东西非常夸张，就是以前只有专业的摄影机，大疆最顶级的无人机，10万块钱的无人机才有这个录制规格，而 iPhone 是第一台手机能有这个规格，而且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别的手机厂能有近似的规格，因为 ProRes 和 ProRes RAW 这个编码是苹果自己开发的，在专业视频领域应用非常广泛。那它有什么优势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视频，假如我们拍的过爆了或者欠爆了，白平衡跑偏了，我们把它强行纠正，你看画面会变成这样，巨难看，并没有恢复任何信息。但是 iPhone 17 Pro 的 ProRes RAW 视频，你看，我们只要在软件里面拉一下拉杆，它的画面可以变成这样。这对于手机视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能力，真的就是纯离谱。同样的，为了更好的适配这个 ProRes RAW， 苹果现在推出了 Apple Log 2，整体变化不大，动态范围和上一代完全一样，但是色域变得更广，可以承载更复杂的色彩需求，并且为了让用户有更顺畅的后期流程，他们又让达芬奇软件开放了 ProRes RAW 的导入功能。摄影行业的人应该知道这个意义有多大，这真的是革命性的。反正从这些行为之上，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现在真的把 Pro 系列的 iPhone 当成了一个专业设备来对待。我们测下来，它真的不是噱头，而且苹果自己今年整个发布会就是用 iPhone 17 Pro 来拍的，画面非常清晰，后期空间巨大，不管是降噪还是什么 ，ProRes RAW 这个规格都能承受得住。所以讲到这里，哪怕你不是影视行业的，我觉得你应该能感受到苹果的野心，还有我们的激动感。一句话，iPhone 17 Pro 它的视频画质现在已经超过了所有厂商的旗舰运动相机、卡片机，甚至是 Pocket 3，还有部分的微单，就是真的。所以不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段我们为你拍摄的样片，这些画面都是使用 iPhone 17 Pro 的 ProRes RAW 拍摄的。
ProRes RAW 的视频锐度，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它不是锐化，而是没有经过压缩自然的清晰感，这非常夸张。哪怕是夜景，因为有了后期空间，所以你可以很精准的控制画面的噪点，这就是它的实力。那当然，这个规格也有对应的缺陷，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没法裸机来使用它，必须要外接硬盘。就算你外接了硬盘，你也没法在苹果的原生相机里面启用这个功能，必须使用 Blackmagic Camera 和 Final Cut Camera 这种软件，防抖也不能开启，反正会有一定的学习成本。当然，我们也做了课来教你学会它，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后也会免费更新 ProRes RAW 的附加课。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新功能叫做 Gen Lock， 你可以理解成帧锁定。那我怎么解释呢？就是它其实很有用。以前拍屏幕，我相信你一定遇到过这种刷条子的现象，因为手机的采集帧率和这个屏幕对不上。但是如果有了 Gen Lock 这个功能，把 iPhone 和屏幕一起接入，你看它们的刷新速度就能够同步起来，不会再跑偏了。所以对于专业的拍摄这非常的实用。那同样的，以前拍摄多机位的素材 ，iPhone 会非常难以对齐，但是现在 iPhone 支持了时间码和 Gen Lock， 它真的就和这种大型的摄影机一样，能够通过这种外接设备，使得所有的手机和专业设备完全的同步。这就意味着 iPhone 真的能够拿来拍一些综艺节目了。比如我们的荒岛节目，那逻辑上只要不是很热的天气，那现在 iPhone 17 Pro 确实能够拿来和专业的摄影机协作，这听着很离谱，但就是真的啊！什么？你问为什么现在在岛上？因为导演说视频接近尾声了。让我在这边总结会比较有感觉一点。就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年的 iPhone 真的还是挺厉害的，不管是 Air 还是 Pro， 多多少少会让你有这么一小点点的惊喜。然后相比于去年在 AI 方面画饼尬住的 iPhone 16 Pro， 今年苹果拿出的我觉得没有饼，只有硬实力。但有一张图片，我想在最后分享给你，我觉得还挺触动我的。最近就是这个，你在想念什么呢，史努比？我在想念我曾经并不这么了解世界的时候，我看世界的感觉。这台设备变得更快了，更强了，能让你更高效的知道天下事。但就还是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这么快吗？或者说我们需要知道吗？我觉得如果你今年真的想买这个新的 iPhone 的话，你应该不会后悔。这个手机真的挺好的，我可以向你承诺这一点。我希望你用得开心。那只能说，相比于通过这个屏幕来接收别人释放给你的信息，我的建议就是多用后面这个东西。相比知道天下事，留住眼前人或许更重要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评测的结尾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很兴奋，因为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说是1年1度的一个试炼，所有伙伴都超级团结，拼尽全力来为你打造一期用心并且真诚的节目。我真心希望你喜欢这期视频。那抽奖的卡片应该已经在视频的下方或者我们动态里面了。100台 iPhone， 我们兑现我们的承诺，你可以点一点，祝你好运。这也是我们对你看到这里的一点感谢。那还是老规矩，最后让我们一起听着美妙的音乐，看看幕后的花絮。希望你今天的生活因为这个视频变得更美好了一些。那就够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你迷恋岁月，舍不得向前，我就默默记录这诗篇。如果你厌倦引力，想要去飞行，我就让全世界的风吹向你。当你的光速离 iPhone 导弹落地到笑的故事里面牙套哦。组长怎么教都对不上。